俄乌冲突已经持续13个月了，俄军在这场冲突中对乌克兰各种军事目标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打击，消耗的各类炮弹、导弹不计其数。同时，俄空天军在战场上也尽可能争夺制空权，给予前线俄军最大支援。但即便如此，乌克兰空军的生命力依旧顽强，仍能从西乌地区起飞零星参战，对俄军地面目标实施打击。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面对俄军轮番不断的纵深打击和航空兵压制，为什么始终无法彻底重创乌克兰空军呢？事情还得从苏联解体说起。乌克兰虽继承了数量庞大的作战飞机，但真正能维持作战的数量却一直在下降。直到本世纪初，乌克兰才意识到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于是，在2001年开始试着对米格29进行升级。虽然乌克兰在苏联时期属于重工业地区，但他们在战斗机方面的技术实力并不强，再加上缺钱以及军方需求紧迫性不高，所以早期的时候，技术人员仅能在为阿塞拜疆等外贸客户的服务中积累改进飞机的经验。时间一直拖到2007年，利沃夫的修理厂终于迎来了乌克兰国防部的第一笔资金。到2009年，改出了第一架米格29 MU1，该型号以苏联遗留的米格29 9.13型为基础，使用乌克兰本国自产的设备改进。乌克兰空军每升级一架，仅需花费200万美元。但该型号说是花了2年才弄出来的改进型，其实仅仅是对机体和发动机进行了翻新延寿，并对导航设备的精度和通讯设备的覆盖频率有所改善。真正在作战性能上的提高可以说是聊胜于无。仅将雷达的探测距离提高到区100公里，使用的导弹改成了乌克兰版本的 R27 系列，其计划取代 R73 格斗弹的新型号到至今都未能实现。即使是这样激烈的技术方案，乌克兰空军在开战前花了10多年，也仅仅改了区16架，平均1年只能改1.2架，技术能力和经费保障上的欠缺可见一斑。而在 MU1 基础上改的 MU2 和2013年在扎波罗热修理厂启动的苏27改进计划，更是因为改型难度和经费问题，直到2022年开战，乌克兰也只有1架用来测试的米格29 MU2 和2架改造完成的苏27 EM 战机。当然，乌克兰空军对这种窘迫的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但也没有能耐改变什么，所有的想法基本都难以付诸行动。比如在2014年，俄乌关系急剧恶化不久，乌克兰空军就曾表达了国产化苏27的意愿，打算以没有搞过战斗机的安东诺夫设计局团队为基础，打造一种使用西方航电设备的飞机，甚至还幻想未来进一步开发具有 LO 特征的改型。不过，当时的总统波罗申科嘴上说是对这样那样的军工项目都是支持的，但实际又拿不出真金白银，也就不了了之了。而在这一阶段，乌克兰空军中甚至还有一拨人认为，应当全面放弃苏制装备，直接换装西方型号，来增强空防力量。比如，其中一部分认为应从实际出发，像 F-16 JAS-39这样的中轻型机适合乌克兰的国情，也有人觉得应该引起 F-15这样的重型机，才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守护乌克兰。只不过现实非常无情，由于乌克兰军费实在太少，3种流派的想法都被证明无法实现，改进飞机的钱都拿不出，更别提引进外国型号了。就这么一直研讨到2022年，乌克兰空军的实际情况没有任何本质的改变，所以才会在面对俄空天军的打击下接连损失。而且此时想要再让工业界做些什么都来不及了。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刻，乌克兰空军高层提出了乌克兰猎鹰计划，即寻求一切可能的海外帮助，来帮助乌克兰空军，帮助乌克兰渡过难关。这计划刚提出时，火力军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乌克兰空军在战争初期能做的，无非就是向西方哭诉，请求援助战机。但实际上，他们做的事情在广度和深度上要大得多，尤其是在外交部的协助下，乌克兰的驻外官员几乎倾巢而出，开始在全世界进行活动和游说。只要是拥有苏俄军用飞行器的邦交国家，几乎都收到了请求他们捐赠或出售自己装备的苏俄制战机。
是有什么要什么，就连古巴和委内瑞拉这种明显不会答应的国家，乌方都想试试，但是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请求。比如美国自己是有小规模的苏27和米格29机队的，但这些辛苦得来的大宝贝要留作假想敌研究和训练，给出去是舍不得的。美国人可能只提供了对乌军飞行技术进行改进的帮助，并可能从数量稍微宽裕些的米格29库存中拿出一点备件，又或者是在非洲地区，美国做出向埃及提供一批 F-16V 作为补偿，以此来换取埃及将自己刚买不久的米格 29M 和米格 29M2 移交给波兰，波兰再把手中老旧的苏联军贸降级型米格29 9.12A 捐给乌克兰。埃及也本来就不希望破坏在美俄之间的平衡，拒绝了这个提议。当然，购买苏35被搅局也有一定的原因。而就在乌克兰在各种吃瘪时，出人意料，乌克兰访问团居然在中亚国家有了真正的进展。按理说，中亚正是俄罗斯影响力很强的地区，但随着俄罗斯大量的精力被牵制在乌克兰，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正逐渐降低。因此，中亚一些对俄罗斯抱有戒心的斯坦国就有了别样的想法，即向乌克兰援助苏俄制战机，而这才是乌克兰空军能在俄军轮番不断的纵深打击和航空兵压制下始终不灭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些斯坦国是谁呢？有人从乌克兰访问团进展和乌军各种战力保存措施上分析，觉得其中可能有哈萨克斯坦。在苏联解体分家产的时候，哈萨克斯坦手中最好的战斗机也只是少量米格29，连一架苏27都没有。但新生的哈萨克斯坦却继承了相当数量的核武器，一度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之后的世界第4大核大国。这与其政治定位和国防需求明显不符合。不久后，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即哈萨克斯坦将40架战略轰炸机交给俄罗斯，作为交换，俄罗斯要提供。俄方宣称移交了多达38架苏27，而哈萨克斯坦则一直拖延向国际监督机构通报情况，最终只承认接收了14架。双方的数字存在很大的差异，以至于至今外界也不清楚哈萨克斯坦到底掌握了多少苏27机队和库存的准确数量，这也是为什么会怀疑是哈萨克斯坦的原因。同样的，另一个怀疑对象很可能也是乌克兰访问团取得进展的乌兹别克斯坦。别看乌兹别克斯坦现在的军力不强，但它曾经可是拥有着苏联中亚地区最先进的航空兵装备。分家后直接继承了数十架苏27和米格29。如今乌兹别克对空军的需求不大，苏27和苏24基本都处于封存状态，而这些库存正是乌克兰所紧需的，所以即使消失一部分，也不会有人察觉和追究。而且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要比很多人想象的都大。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驻军的飞机就经常直接停在乌兹别克苏27和苏24的旁边，加上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所以怀疑乌兹别克斯坦也很正常。当然，俄罗斯在中亚方向的实力虽然大不如前，但其基本的情报搜集能力仍然不容小觑。很难说俄方真就一点也不知道这些眼皮底下的小动作。但对于这些背刺行为，俄罗斯有关方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破不说破罢了。毕竟以目前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的情况，总不能掀桌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闹翻吧。一旦闹翻，这对于俄罗斯的中亚战略肯定是极为不利的。更何况，就他们提供给乌克兰的苏27、米格29战机，在俄军眼里是没有，俄军应该都会默认没看见，把样子装下去。另外，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盟友已经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当初和俄罗斯亲密无间的苏联加盟国开始倒向乌克兰。这里面不仅仅是因为乌克兰背后有着西方国家支持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早在苏联时期，不少盟友就和苏联闹翻过，即使关系缓和后也存在隔阂，比如南斯拉夫，还有一些国家和苏联有历史恩怨，也有部分加盟国是被迫加入了苏联，如波罗的海3国。这3国就一直觉得自己当初是被苏联入侵了，最后是迫于压力才加入了苏联。这3个国家虽然面积很小，但经济一直发展得不错。
苏联时期，波罗的海三国长时间援助其他苏联加盟国是有苦说不出，所以在俄罗斯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军后，2002年这三国才如愿以偿加入了北约，彻底摆脱了俄罗斯。而且和俄罗斯做盟友，不仅经济利益少，而且还容易受到俄罗斯的摆布。毕竟当初的俄国有着夸张和强悍的扩张历史，加上不少的历史恩怨，因此现在的俄罗斯和不少盟友有着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俄罗斯在乌克兰，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当局面控制不住，即使曾经关系紧密，肯定也不愿意受俄罗斯的摆布。而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来说，这种背刺行为主要目的是想摆脱掉俄罗斯的影响力，加强自主权而已。虽然希望俄罗斯在乌克兰被消耗，但也不想一键快进到撕破脸皮的地步。毕竟中亚和俄罗斯接壤，很大一部分经济还要依靠俄罗斯，不可能和乌克兰一样与俄罗斯兵戎相见。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哈萨克斯坦没有从现役机队直接抽调状态良好的飞机，而是和乌兹别克斯坦一样，从不那么显眼的库存里拿。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被重新解封的飞机是被恢复成适航状态直接飞到阿塞拜疆，还是作为货物先运到阿塞拜疆。但比较确定的是，从阿塞拜疆到乌克兰这一段航程，大概率是由乌克兰派出安124运输机执行的。火力军记得，在俄乌开打后不久，其主流航班追踪平台就都屏蔽了乌克兰安124的消息，其飞行历史的查询不再对外公开。该说不说，当乌克兰首次获得俄万米格29的消息走漏风声时，大家基本都以为不外乎是东欧国家干的，怎么都联想不到几个斯坦国头上。总的来说，中亚国家提供的飞机数量谈不上很多，性能也不先进，对战局本身的进展没有多大影响。但结合乌军各种战力保存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俄军轮番不断的纵深打击和航空兵压制下，始终无法彻底重创乌克兰空军的原因。当然，这些现在还是我们的猜测，我们或许要等到战争结束，甚至过上更多年，才会看到整个行动的全貌。好了，关于俄军始终无法彻底重创乌克兰空军，大家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见。